当 GPU 集群跨数据中心扩展到数十万张卡时，传统无损以太网的 PFC 机制正在成为最大的隐形刹车。为什么偏偏是这时候？因为一旦网络出现微小抖动，这种强行维持无损的代价，就是导致整个集群在原地等待，计算能力被成倍闲置。这就是为什么 Meta 正式推出了 Meta Row CE， 一个专为 AI 集群的商用以太网从头构建的全新 RDMA 传输协议。它不是对旧协议的小修小补，而是直接把以太网的底层逻辑给改写了。这一次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基础的通信层。投向这里，正是为了解决传统 ROCE 在拥塞时的停滞难题。因为它死死咬住网络必须按序送达每一帧的假设，一旦发生微小网络抖动，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头端阻塞。Meta ROCE 彻底掀翻了这一假设，它把网络直接视为有损环境，将多路径喷射与乱序交付直接下沉到网卡端处理。简单说，它不再强求网络必须稳，而是让网卡变得足够聪明。这种聪明正是通过让网卡接管协议站解析实现的。每个数据包都自带目标内存地址，即使乱序到达，也能由网卡直接写入对应的接收缓冲区，彻底消除了交换机层面的重排序负担。在高达 1% 的丢包率下， Meta Row CE 依然能够稳稳维持约 86% 的吞吐量，即便在 10% 丢包率下，也依然能提供有效带宽。这在以前的标准协议里简直不可想象。在64节点的 AMD GPU 集群运行 RCCAO 集群操作时，它对比标准 ROCE v2 展现出了更高的吞吐量与更低的流完成时间。这种表现意味着网络摩擦不再是算力增长的天花板。Meta ROCE 彻底打破了对无损网络与按序交付的依赖，它不再依赖昂贵的交换机，而是将智能前置到网卡。这正是它被称作软件定义协议的核心所在。该协议在4和8平面拓扑中已实现4000个并发连接调度，即使脱离了底层无损网络依赖，它依然能从容应对。对于超大规模集群来说，这套弹性调度至关重要。这背后的信息差在于 AI 集群的网络优化再也不用去死磕昂贵的零丢包交换机，而是让网卡直接扛住乱序和丢包。这对追求高吞吐的训练场景来说，是降本增效的唯一出路。以此为出路， Meta Row CE 正锚定100万 GPU 集群的终局规模。抛弃传统无损网络架构后，它实现了性能的跨越。这不仅是量级的提升，更是对标准 ROCE 体系的颠覆。面对体系的全面颠覆，配套的规范与参考库定于2026年峰会发布。在此之前，这更多是 Meta 内部技术积淀的溢出。诚实的缺口在于硬件支持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，短期内它更多是一项网络架构的演进决策，而非立刻能采购的现成硬件。如果你现在的集群还没到数十万卡规模，先盯着看它的规范落地就好。